这又是一部被片名耽误的史诗级佳作，却是法国影坛近10年来最不容错过的视觉盛宴。它全片没有一句刻意煽情的对白，但却能像子弹一样瞬间击穿内心最柔软的防线，让你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它虽然讲述了一个关于流浪和离别的悲情故事，但却用最极致的镜头语言，把这段满目疮痍的苦难拍成了世间最温柔的童话，在那个凛冽的寒冬里，温暖了无数观众的心。那么今天就请你跟我一起走进这部用爱与歌声编织成的唯美画卷吧。然而故事的开局却是一场精心包装的谎言。男人在冰天雪地中捡回了一名弃婴，但这看似温暖救赎的背后却隐藏着虚伪的真相。他之所以带走孩子，就是因为那身昂贵的蕾丝襁褓，在男人的眼里，那根本不是条生命，而是一个等待被富人赎回的巨额筹码。但讽刺的是，男人所有的算计全部落空。转眼10年过去了，那个想象中的富人父母却从未出现，但雷米却在养母的悉心照料下，逐渐长成了一位英俊的少年。尽管生活清贫，但在雷米的心中，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直到有一天，邻居带来了一个噩耗。原来养父在外地干活时竟意外摔断了腿，急需一大笔治疗费，可养母掏空了家底，仍远远不够。无奈之下，他只好将家里的老黄牛卖给了邻居。可没人知道，这头默默陪伴雷米10年的老牛早已成了他最好的伙伴。满心不舍的雷米在夜里偷偷跑进邻居家的牛棚，依偎在老黄牛的身边，轻轻为他哼起了摇篮曲。老黄牛静静地听着，仿佛真的能听懂雷米依依不舍的心，却殊不知这一幕早已被藏在牛棚深处的老人看在了眼里。而当雷米发现老人时，瞬间被吓得魂飞魄散，慌不择路地逃走了。可等待他的却是瘸着腿的养父逼迫养母卖掉雷米的尴尬场面。从未遇到过如此境况的他，只能拼命地捂住耳朵，不停地抽泣。他十分害怕自己被送去孤儿院。然而第二天一早，当雷米睁开双眼时，养母竟温柔地安慰着雷米。原来经过一晚的协商过后，养父决定带着雷米去向政府申请津贴，这样他们便可以继续抚养他。于是雷米和养父很快便踏上了征程，却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养父的另一场阴谋。雷米紧紧地跟着养父来到了小镇，可养父却突然露出了丑恶的嘴脸。Tu le sais très bien. Je te conduis à l'orphelinat. Mais vous m'avez dit qu'on pouvait avoir une... Tais-toi! J'ai menti pour que ma femme te laisse seule avec moi. À la mairie, ils s'en fichent des gens comme nous. Tout ce qui nous reste, c'est juste dans ma bourse. C'est pour ça qu'on peut pas le garder. Vous me faites mal. C'est ça que je t'emmène là-bas. 却没想到，雷米竟挣开了养父的手，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逃走了。他慌乱地躲进了一家小酒馆，他刚藏在桌子下面，养父便带着一行人追了上来，却没想到那晚牛棚里碰到的神秘老人竟突然开口了。Qui a pu faire cet enfant pour qu'il s'attire les foudres de tout un village? Sauf votre respect, monsieur, c'est pas votre affaire. Venez donc à ma table me raconter votre histoire. 在得知了雷米的身世后，老人掏出了30法郎买走了雷米，可没人知道这已经是他大部分的积蓄了。接着老人带着雷米最后看了养母一眼，风声裹着哽咽，雷米和养母就这样在撕心裂肺的哭喊中告别了彼此。当晚老人带着雷米来到了一处废弃的仓库，雷米想趁老人熟睡的功夫偷偷地溜走，可门外此起彼伏的狼叫吓坏了雷米，而老人也闻声醒来了。他告诫雷米，天黑后绝不要闯入森林。见雷米瑟瑟发抖的样子，老人还好心地安慰他，说自己并不会伤害他，但对养母刺骨的思念却始终萦绕在雷米的心中。直到老人的大黑狗轻柔地舔舐着他的脸颊，这让雷米第一次感受到了安慰。第二天，老人带着雷米来到集市上，用仅剩的积蓄给他置办了一身行头。雷米十分感激老人，但却殊不知老人其实另有打算。原来老人是一名流浪艺人，常年带着狗狗和猴子浪迹天涯，靠街头表演维持生计。而他买下雷米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晚在牛棚无意间听到雷米悦耳的歌声，
他认为雷米这样的天籁之音绝不能被埋没，于是他打算让雷米也加入他的表演小分队。然而第一次站在人群前的雷米却十分的紧张，他只想尽快的逃离。Je vous rends votre château. Je vous avais dit que j'y arriverais pas. Mais tu as le trac, c'est normal au début. La prochaine fois... Mais il n'y aura pas de prochaine fois. Je chanterai plus jamais, vous m'entendez? Plus jamais. 雷米觉得自己压根儿不适合表演，但老人却始终坚信自己的眼光。直到大黑狗悄悄叼来一卷旧报纸，雷米看到报纸上的照片，才隐约地察觉到眼前这个老人很可能是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而由于雷米并不识字，于是老人便一五一十地给雷米讲起了自己曾经的过往。Et oui, mon garçon, avant d'être juste un montreur de chiens, j'étais particulièrement reconnu pour mon talent de musicien. Voilà pourquoi je peux me vanter aujourd'hui de reconnaître une grande voix comme la tienne. 接着又将一块刻了字母的木块交到了雷米手上，并承诺要教会雷米读书写字，这样在他思念养母时就可以写信给他，甚至将来还可以给养母寄去一些演出费用。雷米欣然地接受了此事。自那之后，他努力地学习认字写字，终于用稚嫩的笔记给养母寄去了一封满载着思念的信件。 Un très bon maître même, qui ne me bâche jamais et qui partage toujours son pain avec moi et les animaux de la troupe. Mais surtout, il m'apprend à chanter. Et me dit même que si j'arrive à chanter devant des gens, alors je gagnerai des sous. Si j'y arrive, je t'enverrai le plus d'argent possible pour que tu puisses racheter Roussette. 而听到雷米过得很好，养母也终于放心了。后来，老人将雷米经常哼唱的摇篮曲写成了谱子，他让雷米带在身上，因为他觉得这优美的曲子很可能和雷米的身世有关。直到这天清晨，老人蒙上了雷米的双眼，让他站在山坡上唱歌。一曲悠扬的歌声过后，老人为他缓缓地摘下了眼罩，却没想到竟看到田间干活的人们都被雷米的歌声震撼了，他们如醉如痴地站在原地，而雷米也终于释放了情绪，张开双手放声地歌唱起来。从那一刻开始，雷米不再惧怕表演，而他的心中仿佛种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 Mon maître ne m'avait pas menti. J'aimais chanter profondément. Je sus à cet instant que rien ne me ferait y renoncer un jour. 自那之后，雷米跟着老人到处演出，甚至还得到了英国贵族们的赞赏。贵族的孩子们都非常喜欢雷米的歌声，但由于身份地位相差悬殊，雷米不能和这些孩子们有过多的接触。可就在管家即将阻止雷米时，一旁的老人缓解了雷米的尴尬。 Rémi, viens m'aider, veux-tu? 但却也没想到，竟阴差阳错的遇到了一个堕入凡间的精灵。雷米不解地问丽丝为什么不和孩子们一起玩耍，而看到坐着轮椅的丽丝，雷米也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反而热情地走上前去逗她开心。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就这样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但就在这天，老人和雷米在街头表演时，竟被城管盯上了。他们不仅要罚款，甚至还以危害公共安全为由，要将2名小伙伴杀死。而老人却拼死地和城管对抗，他让雷米趁机带着小家伙们逃跑，而走投无路的雷米也只能想到丽丝这个朋友，于是他请来了丽丝出庭作证。可老人本可以无罪释放，却没想到又因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被强行拘留了2个月。雷米不理解老人为何如此固执，直到探监时，老人才对他说出了实情。原来老人曾经年少有为，却一直因为事业而忽略了家人，但小儿子却每晚都要点上一根蜡烛等他回家。可直到有一天，蜡烛意外点燃了毛毯，妻子和儿子也不幸葬身火海。为了变相的惩罚自己，为了给妻儿赎罪，老人才不得不隐姓埋名，过起了流浪卖艺的生活。然而这段时间，善良的丽丝竟好心地收留了雷米，他们每天形影不离，一起看星星，一起谈心事。而雷米也将自己的身世完完全全地告诉了丽丝，二人之间也暗生了一种不一样的情愫。但转眼2个月过去了，老人被无罪释放，雷米激动地扑到了老人的怀里，眼看着他和丽丝就要面临分别，而丽丝的母亲却希望雷米能够留下当女儿的贴身管家。
但老人却觉得，如果以后雷米能功成名就，便可以用高贵的身份迎娶丽丝，而不是做一辈子的管家。当然，雷米的想法也是如此。于是，雷米还是不舍得和丽丝说了再见。Tu reviendras me voir, je te le promets. 可二人刚刚踏上旅途，便发现老人可能在狱中感染上了肺结核，而由于虚弱的身体耽误了行程，导致他们没能在天黑前走出森林，甚至还被狼群包围了。但察觉到危险的小猴子竟立刻跳到了树上，而老人和雷米便只能拼命地寻找藏身之处。好在不远处有一座小木屋，而为了给老人和雷米争取时间，大黑狗竟独自冲向了狼群。听见远处渐渐消失的嘶吼声，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就这样，他们在木屋里熬过了这艰难的晚上。可第二天一早，他们竟发现树上的小猴子已经被冻僵了。Du peu que je connaisse ces animaux, je pense qu'ils souffrent d'une fluxion de poitrine. Il faut le garder au chaud et espérer. 为了给小猴子治病，老人也不得不重操旧业，在旅馆里开始了表演。但好不容易凑够了治疗费用，却发现小猴子已经离开了。二人无比的心痛，而老人的病情也不能再拖了。可老人似乎了解自己的身体，他不想再浪费时间和精力。但眼下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雷米和大黑狗。直到这天，雷米收到了丽丝的来信。原来他们通过雷米襁褓的布料找到了他的家人。Mes parents, mes vrais parents. 律师通过布料的比对，也确认了雷米的身份。雷米确实是贵族之子。随后，律师便把雷米带到了一处破旧的城堡前，而从城堡里相继走出了2名自称是雷米父母的人。一场感人的重逢戏码就这样上演。Rémi. Son nom est Rémi à présent. 但随后，饭桌上诡异的气氛以及律师奇怪的眼神，让老人心生疑虑。Vous parliez d'une femme, pourtant Jérôme Barberin a certifié avoir vu un homme qui s'échappait au moment où il retrouvait l'enfant. 但很快，律师便打了圆场。Peut-être un complice. Nous ne la saurons sans doute jamais. Hélas. 果不其然，到了晚上，雷米所谓的父母竟露出了丑恶的嘴脸，他们一心想置雷米于死地。好在关键时刻，老人冲了进来，几下便控制住了2名恶人。通过逼问才得知，原来当年雷米的父亲突然去世，为了霸占巨额的财产，雷米的叔叔雇了杀手，想要将其杀死。但面对如此可爱的婴儿，杀手终究没有下得去手，只是取走了襁褓上的徽章，便把雷米放在雪地里自生自灭了。也正是此时，杀手和雷米的养父第一次碰了面，而老人也从他们口中逼问出了雷米母亲的地址。为了躲避雷米叔叔的再次追杀，老人只能带着雷米连夜赶路。Retrouver ta mère. 但奈何风雪太大，二人的体力也很快透支。但老人依然用最后的意志，抱着昏倒的雷米，艰难地前行着。走了很久很久，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座小屋。Rémi, on est bientôt chez toi. 但由于太过寒冷，老人只能在屋檐下点燃了篝火。但很快，火光便熄灭了。大黑狗朝着老人叫了2声，便转身离去。Adieu, camarade. 可没过多久，老人也逐渐地昏睡了过去。却没想到此时，大黑狗竟叫来了一群帮手。Il y a quelqu'un. Maître. 雷米不愿相信，坚强的老人竟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雷米伤心欲绝地晕倒了。几天后，当雷米再次睁开眼时，竟发现自己躺在一间豪华的卧室里，眼前还有一位温柔的女人。女人遗憾地告诉雷米，老人已经离世，但好在大黑狗还能给雷米一丝安慰。而当女人整理雷米的衣物时，竟意外地发现了雷米随身携带的乐谱，那是他曾经为儿子编写的曲谱。女人猛地意识到，雷米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C'est la chambre de mon fils, celle qui devrait savoir que chaque année je la réorganise, je la remeuble, la redécore. J'essaie de m'imaginer quel jeu lui ferait plaisir, quel récit d'aventure il aimerait que je lui raconte. C'est ici que je l'ai vu pour la dernière fois. Cela fera 11 ans ce printemps. Je me souviens de l'avoir percé avec une continue et que je croyais jusqu'à maintenant être la seule à me souvenir. Mon
母子二人终于相认。然而雷米却并没有忘记他的养母，甚至还把养母接到了身边一起生活。当然，他更没有忘记老人的教诲。多年后，他也成为了一名举世闻名的音乐家，而影片也就此走向了尾声。其实回顾整篇故事线，我觉得这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寻亲历险记，而是一首关于生命传承的伟大颂歌。老人不仅赎回了雷米的自由，更赎回了他的灵魂。虽然最后化作了尘埃，却将爱与尊严的火种永远种在了雷米的心中。而在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也只有爱才能铸成盔甲。或许我们都曾在茫茫人海中流浪寻找，但只要梦想还在，爱已不息，你就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愿你在人生的荒野上也能遇到一个为你提灯引路的人，也愿你走出半生，经历千帆，归来仍是那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少年。愿你天天开心，没有烦恼。我们下期再见，拜拜。